大家好，我是龙叔，今天给大家以游戏视角的方式来介绍一款关于恐怖家族的故事。废话不多，故事开始。这个故事是7月的一个早上发生的。当时我收到了一封挂号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这封信里说，我的母亲詹妮弗·布莱克伍德突然去世，现在我成为布莱克伍德豪宅的唯一继承人。这些事情让我非常的心慌意乱。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母亲，因为我在孤儿院长大。我所有想了解我父母的尝试总是把我引向死胡同，但是现在这封信是我一生中所有问题的答案的关键。即使真相是一种伤害，我不管，我只想知道我的父母为什么要离开我。我带着一种惊喜的情绪打开了家里的门，发现这里比我想象的更加阴森恐怖。这里非常的冷，我看见了家里有一个壁炉，可能这是在寒冷的夜晚唯一能给我带来温暖的东西了。于是我在这个家里四处寻找着火柴和木柴来提供取暖。我顺着客厅一路摸索到了餐厅，发现地上还有破碎的厨具，不知道这里经历了什么，居然没有人来打扫。我顺着墙看了过去，发现还有一些我所谓的家人的生活照片，看来他们没有我一样是过得很幸福。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加快了寻找的步伐。在厨房的桌子上，我找到了火柴，还有一封信，上面说要从这里拿走一些文件和从我妈妈那里找到房间的钥匙。我走出了房子，来到了家里的后院。在月光的照耀下，后院显得更加的阴森恐怖。但幸运的是，我找到了干燥的木柴。带着木柴和火柴，我来到了壁炉前，点燃了柴火。看着这温馨的火光，不由得让我想象在这个家里曾经发生过的温馨画面。但是我发现我的脑海中却不曾拥有。于是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在沙发上沉沉地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被一阵诡异的电话声给吵醒了。当我睁开眼睛，感觉眼前的一切变得非常恍惚，周围的环境也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我拿起了身边的蜡烛，环顾四周，惊奇地发现这里已经变得狼狈不堪，墙上还有着一些诡异的符号，好像是做着某些奇怪的仪式。当我缓过神儿，迅速地跑到了电话的旁边，接起了电话。奇怪的是，发现并没有人说话，而是从电话里传来了奇怪的哭泣声，吓得我迅速地挂断了电话，紧张地观察着四周。我顺着走廊走向了屋子的深处，发现墙上到处都画满了奇怪的图案。走廊的拐角上有着一扇上了锁的门和一幅有部分缺失的木刻画，墙上还挂着看似是我家族历代族谱的相片。于是我从走廊尽头的楼梯上向楼上走去，在楼上的办公间发现了一堆文件箱。就在此时，一道鬼影从箱子后面闪了过去。在我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拿起了箱子上的文件看了起来，发现是一个病历单，上面记录了我的妹妹小时候患上了一种疾病。现在突然回想起来，刚刚那个鬼影看起来是多么的像我为数不多记忆中妹妹的样子。我继续在2楼摸索着有用的信息，一路摸索到了2楼的浴室。此时一个熟悉的鬼影又出现了，他拍打着墙壁，似乎要给我什么提示。我顺着他拍打墙壁的方向找了过去，果然发现了一个电容丝。难道他在提醒我要修好家里的电器？在我收好电容丝时，突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了诡异的音乐声。我顺着音乐的方向找了过去，发现了一间有着大床的房间，边上还放着一个留声机正在运转。我迅速走了过去，关掉了这诡异的音乐，看似一切又恢复到了平静。但是当我准备离开房间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个女孩的哭泣声。
我挪动着僵硬的身体向前移动了几步，发现隔壁的房间在灯光的照射下有着一个人影在晃动。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向那个房间走了过去。突然门自己关了起来，把我吓得一身冷汗。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打开了那个房间的门。顷刻间，一道鬼影在我的面前瞬间消失，吓得我又关上了房门。考虑了片刻，我还是打开了那个房间的门，发现那个鬼影已经不见了。我走进了房间，因为我脸沿的仿佛是一个囚犯的房间，一张床被单独关了起来，像极了在囚禁某人。我继续翻找着线索，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张照片，上面是我们家的园丁，背面上还写着他的名字。但诡异的是，照片上园丁的脸已经被抓得看不清了。当我转头又看向那张床时，突然天旋地转，一团黑影笼罩着整个房间，一个小女孩在里面哭泣。我上前仔细看了看，我确定她就是我的妹妹。但现在我也想不了这么多了，我转头打开了房门，想要离开。整个走廊也变得不同的模样，走廊里时不时的还传来低语声。我走到了走廊的尽头，发现了一个被修补过的破洞墙。我好奇地将头伸到了里面看见我的妹妹以一种非常诡异的姿势在法阵里被火烧死。就在此时，一个奇怪的生物发现了我，吓得我瞬间瘫软在了地上。我赶快捡起地上的蜡烛，转身向刚刚的房间跑去。诡异的是，刚刚的房间消失了，只剩下一幅画孤零零地挂在墙上。画里的场景开始发着绿光，随之而来的是回荡在走廊里的一阵奇怪咒语。画里的门突然打开了，那只怪物看向我，大吼了一声，重重地关上了门。我一时不知所措，又只好往回跑。当我跑回去，又发现了刚刚关着我妹妹的那扇门。我直接冲过去将它打开，看见妹妹的鬼魂还在里面哭泣，似乎妹妹在寻求着我的帮助。我走了过去，那道黑影突然消失了，又恢复了平静的状态。不同的是，铁门已经打开。我环顾四周，发现床上有着一个盒子。通过我对密码的快速破解，打开了盒子，里面放着楼下木板残缺的部分。我带上残缺的部分跑到了楼下，发现一楼餐桌上放着一个人的尸体。我想一定是刚刚那个怪物干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内心变得无比淡定，势必要解开困扰着我们家族的秘密。穿过厨房，我来到了木板画前，把残缺的部分拼接了上去。就在此时，一个钥匙从木板画的背面掉了下来。我捡起了钥匙，发现隔壁有着一扇木门被封住了。我突然想起后花园是不是有工具可以打开这扇门，于是我走出了屋子，来到了后花园，在屋外发现了一个电箱，换上了刚刚发现的保险丝，希望这样房间里可以通上电。我从花园小屋的玻璃打量了一下里面，发现里面的确有我很多需要的工具。于是我来到了房门前，发现了一个3位数的密码锁。回想起刚刚在妹妹房间里发现的照片，难道密码是园丁名字的缩写？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试了一下密码，果然打开了小屋的门。我在小屋里查找了一番，听到了奇怪的敲击声，同时在地上发现了一把斧头。惊奇地发现，声音的来源居然是我妹妹鬼魂发出来的。看来妹妹一直在引导着我。随着一阵蓝光消失，我的妹妹的鬼魂也随之消失了。我捡起了地上的斧头，回到了屋子里，劈开了那个被封上的门，发现刚刚的钥匙并不能打开那扇门。于是我又在周围找了起来，发现祖先的相框上出现了诡异的数字，而正对着相框的地方正好有着一扇门，这扇门上有着双重密码。我插上了钥匙，通过刚刚相框上的提示输入密码，走进了房间，环顾四周，发现桌子上有着一卷录像带，播放了里面的内容。我才发现我小时候真正的秘密。我的妹妹从小就患上了很奇怪的疾病，医生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可以治疗，
但是隔壁的邻居好像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可以帮助我的妹妹。通过邻居的治疗还是没有效果，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于是邻居通过一些通灵的方法来帮妹妹驱赶病痛。神奇的是，妹妹的病果然好了起来，但是相对的是胃口也变得非常的大。没想到这种方法真的有效果。我的家人不知道该如何感激邻居，但是邻居却说让我们保守住这个秘密，不要告诉其他人。我们的家人也遵守了这个承诺。但奇怪的是，我妹妹的病虽然好了起来，但是她的胃口变得大得可怕，甚至开始嗜血，杀死了家里的猫咪。事情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嗜血的妹妹竟然把家里的保姆给咬死了。于是妈妈开始求助当地的神父，在神父的帮助下，发现在妹妹的身体里居然居住着一只恶魔，需要知道它的名字才能把恶魔赶走。最后父母为了我的安全，把我送到了孤儿院。事情就是这样，我的家人并没有离开我，他们把我藏了起来，因为这里很危险。我家族的秘密逐渐有了起色，我一定要追查到底，让我的家人得以安息。